我是裴昭流落民间时娶的发妻。燕都的宗父们笑我来时一身粗布麻衣，不识金钗绮罗。彼时我把头低了又低，手足无措，只听台上的裴昭道：心腹粗鄙无礼，惹诸姑子见笑。他一言，我成了燕都无名无实的燕君夫人。后来他南征北战，军功赫赫，听闻有江东豪族愿以10成作聘，将族中明珠下降。也听过他冲冠一怒，为红颜千里奔驰，连克3城的佳话。再到燕都动乱，他在江东迎娶豪族之女，手握50万大军，我携幼子千里逃亡，食不果腹。好不容易到了江东地界，我却在城门前松开了牵着的5岁幼子的手。阿母粗鄙，不配为你父之妻。待你此去王城，我与你父子今生不必再见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逃出燕都的那一日，火光冲天，我牵着4岁的裴植死里逃生。我们从密道出城，一路上追杀不断，亲信死了个尽，才堪堪逃到江东。只是随口问了一个城门的阿婆，就知道了裴昭不日要与江东大族之女成婚的消息。王侯与贵女，这才是良配啊！只是大族之女，安能为燕君之妾乎？听闻燕君早有发妻，天可怜见。自燕都那场大火后，那燕君夫人已经3月没了音信。这次燕君与贵女大婚，自当是以妻礼待之。那时我尚紧紧地牵着裴植，终于明白了裴昭的诸多谋划。天下纷争，裴昭锋芒毕露，惹得诸侯忌惮。于是在裴昭率兵南下时，四方诸侯趁虚而入，突然围困燕都。我等裴昭来救，却不料裴昭想的竟是以我和幼子为饵，调虎离山，趁机攻破诸侯王都，逐鹿天下。我既为饵，也只有我死，他才能名正言顺地娶下新夫人。再看一眼与裴昭眉目相似的裴植，裴植年仅5岁，却早已隐隐有其父之风。顿时只觉得我们母子性命好似都在我一念之间。一路之上几次追杀，或许也有裴昭要我死之意吧。想到我与裴昭多年夫妻，此时此刻我只悔那年村口河边，我就不该救下重伤裴昭。苍凉笑出声来，眼中已无泪可流，却吓坏了4岁的裴植。阿母，我怕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见到阿父？在看向裴植的一瞬间，我心中主意已定。我带着裴植走到城门口，只见城中守卫已在不远之处。我将身上所有信物全都塞到了裴植怀中。去城里寻你阿父，就说你阿母已死。虎毒尚不食子，我死，你才能活。裴植热泪盈眶，紧紧抓着我，我终是狠心将他推开。阿母粗鄙，不配为你父之妻。待你此去王城，我与你父子今生不必再见。说罢，我逃开，躲在暗处，眼睁睁看着裴植声嘶力竭，一声声呼唤着阿母，直到见他引来守卫，都城王君跪下唤他世子殿下，才彻底转身出城。出城的一路上，果真另有埋伏，几经生死，我才勉强逃离虎口。在渡口乘船去荆楚时，我听闻裴昭已经带着裴植回到了燕地，期间并无任何要寻我的消息，心中终于再无波澜。女郎孤身一人，行色匆忙，欲往何处去？有同船的妇人水土不服，我替她煎药端茶，活血通络，结下一份善缘。天涯漂泊，早已无乡可归，此行夫死子散，只想到楚地去寻觅一丝生机。闻言，妇人也落下泪来。乱世飘零，我夫也是死于兵祸，女郎若不嫌弃，可与我同路。于是我同妇人一起来到了楚地，寻一处小院，做回了我的医女。晨起时上山采药，午时出门看诊，暮时踏月归家，枕夜色而眠。我在楚地定了居，乡中人皆唤我一声温娘子。从燕君之妻到乡野医女，与我竟是难得的安稳好时光。只是午夜梦回，也有噩梦惊醒的时候。我总梦到流亡时，我与裴植食不果腹，啃树皮，食野草，裴昭却与江东贵女共剪西窗，洞房花烛。梦中幼子啼哭不已，一声声唤我阿母，转瞬之间，又梦见裴植逐渐长成他父亲的模样，待我冷漠如霜。你不配做我阿母，我的阿母绝不是如你这般的乡野低贱之人。若不是阿母你身份低贱，阿父又怎会厌我弃我，
罔顾我的性命，让我在燕都围耳，差点丢了性命。醒来头痛欲裂，推门出去，却只见月色下，一个狼崽子似的小人儿从厨房里窜出。狼崽头上都是血，手里紧紧攥着2张薄饼，一双寒眸却紧紧地盯着我，像是要随时将我咬上一口。此地多有无家可归的孩童，他头上血迹应是在行窃时被乡民打出来的。看着小狼崽，我倏地想到了培植。挨饿的滋味，我的阿直早已尝过。叹了口气，在他戒备的目光中牵他进了屋，取来草药为他包扎好头上的伤口，再将人送出去。明日再来换一次药，若是饿了，可来寻我，不必再去行窃。狼崽先是咬牙撅骨，后来红了眼眶，几步一回首，最后突然跑回来，将我引至后山。我偷你的饼，却不是为我自己，是先生快死了，我求你救他，我愿意把命赔给你。只见后山上躺着一个身穿甲胄的男人，斑驳的血迹将银甲染成黑色，露出一角白袍，一如当年我在村口河边救起的裴昭。先生是为了救我才中了山匪的刀刃的，他是个好人，你会救他的，对不对？孩童的声音殷切，生生止住了我欲转身走的步伐。我蹲下身来，伸手搭上了男人的脉。温慈啊温慈，你真是不长记性。自此之后，我院中多了一大一小，小的无名无姓，也无爹娘，索性与我搭伙过日子。我叫他温直安。温直安眼里好像有干不完的活，不是忙着给我种药田，就是劈柴扫屋，烧水做饭。温直安牙尖嘴利，乡中偶有地痞流氓冒犯于我，他总能冲在最前头，拼出血也要咬下那人一口肉来。他护食山间采来的野果送至我跟前的，却一定是最清甜的一颗。他凶狠，却怯生生地想试着唤我一声阿娘，见我眉心微蹙，又说自己是一时痴心妄想。哪里是痴心妄想？至于大的，叫谢长燕，昏迷了大半个月才醒，又花了2个月才能下地。醒来时付不出我要的千金诊费，便留在我的草庐中帮我采药磨药，干活抵债。过了1年，乡中人说谢长燕是我养的小白脸。我欲赶谢长燕走，他却说温直安到了蒙学的年纪，正缺一位夫子。温娘子可是救苦救难的小菩萨，蒙学之事怕是不能亲力亲为。他一言止住了我的话头。罢了罢了，反正他总会走的，不差这1-2年。晨昏日落，寒来暑往，温直安读书刻苦，我见他恨不得悬梁刺股，读出一个功名来。谢长燕却无师长之风，每日插科打诨，摘花遛狗。所幸我的药田他倒是打理的一直很好，我且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谢夫子，我又写了2篇策略，你答应了我今晚帮我批阅好的，不许再贪睡，你快给我讲讲。谢长燕被温直安缠得烦了，便来找我求救。随手送上的是我从前在燕都王城都没见过的医学古本。拿人手软，我劝温直安要劳逸结合。小小的他当着我的面泪盈于睫，满脸感动，说都听我的。转头又是与谢长燕鸡飞狗跳，撕猫捉老鼠。楚乡几年，岁月悠长，夜来入梦，也很少再有被噩梦惊醒的时刻。这日我出诊归来，乡长寻到我，说有贵人来到楚乡，又到我采药的山上藏有铁矿，我每日上山对地形熟悉，请我为贵人们引路。想到我初到乡中，是乡长为我安置屋舍，人情债难还，我便没有推辞。次日山上，低头到了贵人跟前，乡长引我屈膝下跪。民妇见过贵人，才跪下，几步外的贵人却突然踉跄了脚步，我见到了熟悉的一角玄色绣金的衣袍。我抬头，贵人已站至身前，四目相对，原来是阔别多年的故人，曾经教我呕心沥胆、恨入骨髓的故人。风霜并未消减裴昭的风采，指眉宇间更多了睥睨天下的英气。这几年，纵使我在楚乡，也听过裴昭的名字。年轻的燕军纵横睥睨，6国王女争相作嫁，是要在裴昭陆河归一的清卷上镌刻下他们的名姓。裴昭却始终没有立下真正的燕军夫人。坊间传闻不断，有说是燕军裴昭念念不忘那位死在燕都大火中的君夫人的，也有说是因为裴昭对太子裴植舐犊情深，不忍叫太子认他人做母的。谢长燕也问过我，
裴昭后宫红颜无数，却迟迟未立下君夫人，温娘子可知为何？我没问谢长宴，这样的问题为何要问我一个乡野妇人？只给自己盛了一碗热汤。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，燕公无主，才能显得燕军对四方诸国端平了一碗好水。燕军没了君夫人，才不会辱没了六国的王女们、王孙贵胄，怎会居于乡野女子之下？而我至于裴昭，不过是他就是粘在他衣袍上的一段露水。朔风拂过，情缘散去，是连一道痕迹也不会留下的。此时此刻，我再见他，喉间虽仍有咽不下去的心甜，我也已经可以装得面上不显，向他弯腰屈膝。他眼中似有错愕，他抬手，我连忙向后退了一步，山风吹起发梢，没有在他指尖停留片刻。招郎可是识的这村妇？裴昭身后着锦衣的女子忽地上了前，挽起他一边的臂膀，女子眉目娇艳动人，灼灼生辉。我认得女子，楚军最宠爱的王女，去年王女远嫁燕都。只是隔着鸾车远远一观，我就知道裴昭又得红颜。王女的目光停留在我身上，待看清我的脸，眼中才没了顾忌。金钗素衣，如何能与金玉绮罗相比？乡野之人，又如何能识得贵人？我颔首低眉，又退了几步，以我的身份，想来也是不能近贵人的身的。王女见我如此识趣，终于彻底移开了目光，转而与裴昭搭话。乡长与我走在前，照着裴昭给的地图一一引路。山中刚淋过小雨，山地湿滑，较撵不便，王女随行不过几步，泥泞便脏了锦衣，小声地向他身旁的燕军撒着娇，说要回去。燕军哄好了王女，却并未折返，而是随着我们一路上山。山路难行，一步步走得我心绪难平，好在一路有惊无险，我们寻到了那处矿点。众人跪下贺燕军万喜，还是乡长拉了我，才教我也跟着匍匐在地。此行多亏夫人引路，夫人有功，可有心愿未满，孤尽可允之。燕军行至我身前停下，伸出了手。我等了一会儿，也未见有他人应声，才确定这话是对我说的。你别怕，有姑在，无人再敢伤你。我未答话，也不想答话，身旁静得连风的声音都要听不见了，才听到头顶传来一声叹息。罢了，都起来吧。之后下山，我都走在队伍最末。山下，王女的车驾早已等候在侧，见了燕军便迎了上来。我与乡长识趣的默默告退，才行不过几步，却被人抓住了臂弯。你还要去哪里？被人簇拥的燕军不知怎地，竟来拦我的去路。他抓得很紧，紧得我手臂生疼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才转头看他。家中柚子还在等我，我自是要回到我的家中去。你有儿子了？你怎敢？裴昭盯着我，那波澜不惊的神情一点点地裂开，变成一副不可置信的模样。看得我想发笑，裴昭这般，倒像是我对不住他似的。我也确确实实笑出了声。阿慈，你怎能这般看我？许是我眼中的嘲讽太过浓烈，让堂堂燕军也失了神，松了对我的桎梏。我看着他，张了张嘴，却发现我一个字也吐不出来，只想莫名的作呕，最后化作无言，转过身去。他也终于没再拦我。回到药炉，一身的力气泄了大半，背后的衣衫也被汗水浸湿。所幸温直安被谢长宴带出去，访友未归。闭上眼睛想平复心绪，有关裴昭的一切却宛如细细密密针尖扎进脑子里，疼得我仿佛又将往事都经历了一遍。裴昭原也是我在村口河边捡来的，那时他一身血污，倒在地上求着我救他。路过的王娘朗声劝我，郎君瞧着面善，不若阿慈将人捡了回去，给你温家留个香火也是好的。乱世之中，百姓飘零，我阿父年近40才捡了我，教我医术保全自身，50从军出行做军医，说要为我挣下嫁妆。3年后噩耗传来，留下的却唯有1两葬身银。为阿父立了衣冠冢后，再无闲余。王娘的一句话，让我将裴昭捡了回去。我为他上山采药，帮他浆洗衣袍，下雨时怕他受冻，将仅剩的炭火给他，请好时为他松活筋骨，祝他早日痊愈。待我将家中银钱花得七七八八时，裴昭终于好了。他眉目清俊，不似寻常的军户，
只一双眼眸认真看你时，更似初雪消融。我磕磕绊绊，红了脸才说出：我欲招郎君为婿，你若不愿，将来还我1两金，亦可。挟恩图报本是不耻，我本不奢望他答应。可他认真看了我许久，直到将我瞧得脸红到了耳后根，才拉起我的手。裴昭此生能得阿慈姑娘为妇，3生之幸也。我们的婚结得很仓促，连像样的嫁衣也没有，还是隔壁的王娘借我的红盖头。一张小席，3两亲朋，我们对着月亮拜了天地，蒙了誓言。到了晚上，烛火床榻，滋滋呀呀，他的吻热而烫，落在脸上、颈上。在骨血相融时，他与我十指相扣，附在我的耳边许诺：今日行事，是裴昭有愧于青青，来日若登上凌霄，必定以金屋作聘，再娶一次阿慈。耳鬓厮磨之际，我神志恍惚，却是真心以为我寻到了一位好夫郎。初时只是乡里多了几个外客，声称是裴昭的亲族，一路逃亡过来投奔他。到后面，一方小院中来的人一个比一个贵不可言，我越发觉得他们不像逃亡之人。那些人见我，眼中亦常见轻蔑之色。我不喜裴昭色厉呵斥，久而久之，耳边少了不敬之言，人却越来越多。终有一夜，裴昭敲响了我的房门。短暂痴缠过后，不等天明，裴昭便说他要替我寻金屋去了。我知他不是池中物，3言2语留不下他，也未敢留他。1年后，我听说燕帝那本该死在无楚之地的燕世子杀回了王都，亲手斩杀了狐媚燕君的燕姬，还重夺回了世子之位。在3月，燕世子成了新的燕君。有朝臣谏言他娶新妇，他却说他在楚地早有妻室。我没有等来裴昭送我的金屋，却等到了他接我去燕都的车驾。至此我才知，我捡到的夫郎不只是我的夫郎，他是天横贵胄，燕地之君。从楚地到燕地相隔千里，行路难，多歧路。燕都朔风吹雪，无人赠我罗衣。下车时，我仍是一袭素衫麻衣，脸色苍苍，更不知锦绣胭脂为何物。燕都宗父笑我乡野妇人，带了一地乡野之气。我行止无措，僵立原地，脸白了又白，头低了又低。我渴望裴昭能如之前一般护我，他能牵起我的手，为我呵斥宗父，为我遮蔽风雪，却只听他言。心腹粗鄙无礼，惹诸姑子见笑。耳畔的笑声更大了，他终是派人下来带走了我。自此，我成了惹人笑话的燕都君夫人。燕地苦寒，裴昭少年立志要逐鹿中原，可我为燕君夫人，识得五谷却不识绮罗，能辨得药材却不辨宫中诡谲人心。初时还能见到裴昭眉目间有些许缱绻之色，到后来他神色日淡，见了我只一声声叹气：阿慈啊阿慈，你可知王都需要一位能让我无后顾之忧的君夫人。本是天生含情的眸，在看我时原来也可以这样的冷。我听懂了他的弦外之音，切会尽力。自此我昼夜难寐，未有一日敢放松心神。裴昭出行，我替他整理行装，他归时，我率宗父提灯10里相迎。一日日，他金戈铁马，纵横诸侯之间；一年年，他眉目间越发意气风发，见我却一点点无话可言。后来我有孕，千里传书给在外的他，等到3月后，才等来他的书信，3言2语叫我珍重自身，随书信送至的。是他在吴地心结交了一女子的消息，他们杯盏间谈论天下，他懂他志在逐鹿，他喜他一世一家。收到信的那天，正是孕中多磨之际，看着浅淡几页信纸，嘟得我恨不得呕出一口血来。我临产之时九死一生，却又听闻裴昭为了红颜冲冠一怒，连克3成的佳话。我从担惊受怕到气急攻心，最终产下幼子裴植。之后再见裴昭，心谢渐冷，情意日远。我知我不再是他的妻，只想一心守着我的阿植。直到燕都那一日的大火，烧毁了燕国的宫室，连带着将燕君夫人的命也一并留在了那里。恍恍惚惚，我想也许我从未真正从那场大火中逃出来，正如腕上再也除不去的被火燎出大片疤痕，正如逃亡的那几月夜夜惊醒，生怕我护不住我和阿植，怕我们看不到第2日的天光。
眼前的火光越烧越烈，烧得我神志恍惚。最后唤醒我的是一碗递到身前的莲藕排骨汤。阿娘，睁眼看到的是温芷安和他通红的双目，原来已经入夜了。我没事，是今日上山累了些，这才睡了过去。接过温芷安手中的瓷碗，我解释。温芷安点了点头，直到盯着我喝完汤，才出了屋。一碗热汤入腹，倒是让我不再梦魇，却也彻底没了睡意。想起院中的药材还没分出来，又觉得前几日写出的药方还有改进的余地，想得更多的是裴昭来到了楚乡。他为何要来？又为何要在这时出现？心绪纷繁，却有人敲响了屋门。谢长燕长身玉立，站在门外。哪怕待了多年，他也依旧一点儿也不像此乡中人。我欲在3日后北上，特来告知娘子。见我，谢长燕行了一礼。是了，谢长燕。楚乡虽小，却仍有乾隆沃渊，我与谢长燕数年相安无事。如今燕军亲至，不论是随裴昭一同逐鹿，亦或是北上寻觅他的一份机缘，谢长燕自是都不会再受困此地。先生自可北上。良久，我吐出一言。月色照在他的影子上，看着谢长燕越走越远，我一双手握得紧了又松，松了又紧。我好似又回到了那一年城门口那一日，放在我眼前的是一个同样关乎我生我死的抉择。谢长燕向我辞行的第3日，我领着温芷安从乡长家中出来，得知裴昭一行人已经离开。回到家中，心神稍安，夜里做梦好似都安稳不少。可再醒来，却发现自己置身在了陌生的马车中，正逆风而行。阿慈，本来应该走了的裴昭重又出现，如梦似幻，似梦魇，夹杂着帘外的疾风声，似恶鬼刨食。裴昭，你为什么还没有走？我质问出声，双目猩红。我的妻子还在这儿，我自是要带着她一起回家。裴昭眼中又流淌出昔日的柔情蜜意。阿慈，回家吧，我心中只有你这一个妻子。言辞恳切，仿佛正是他心中所想一般。他怎能如此心安理得地说出这样的话？气，我避开了他向我伸出的手，冷笑出声，再难隐忍。我何曾是燕君的妻？我不过是燕君养的饵，是你唾手可弃的卒。我的骨，我的血，早被你烧没了大半，而今只剩下这条死里逃生的命，你还要如何？哦，可是燕地又有战事，让君上发现我这个残破的饵，还能为你再死一次，也算不费你辛苦多年，才演出你对我旧情难忘。看着裴昭，我自自含恨。燕公数年，教我过得像个笑话。来到楚乡，我以为把恨藏起来，不去想，就能逃开这一切。可是10年恨难平，噩梦更是难消。再到今夜，被辜负的我不敢去向裴昭报仇，只想着苟活。可负心的他轻而易举，就好像能将往事接过，把我强行掳进马车，何其荒唐！好不容易我才得到了解脱，可他大手一挥，就要将我重新卷入樊笼。我恨得咬牙切齿，只想要啖他血肉。我的恨让我面目狰狞，只是短暂的对视，裴昭就抬手遮住了我的眼。他终于没法再将我们的重逢装得轻描淡写。他将我拢入怀中，肩头好似还有热泪流下。阿慈，你我之间有误会，我从未真的想过要害你的性命，你知道的，我给你留了后路的。求求你，不要这么恨我，我喜欢你，我是喜欢你的，你信我。我麻木地听着裴昭的一声声解释。他说他的身不由己，他第一次与我道他逐鹿天下的野心。他说他心中有我，这些年一直在寻我的踪迹。他还说裴植也很想我，梦中也不忘了一声一声地唤我阿娘。裴昭不顾我的挣扎，以为只要把误会说清楚，只要让阿慈知道他从未想要害他的命，他们就能破镜重圆，重修旧好。凭着本能寻到裴昭留给我的最脆弱的地方，我一口咬上他的脖颈，是真的想咬下他的一块血肉来。嘴角尝到的腥甜更让我的恨意疯长，理智全无。裴昭吃痛，推开我，一手捂着脖颈上的伤口，已有血迹，目光中流露出不可置信的痛意，另一手却毫不犹豫地扼住了我的咽喉。不同于我，
他只需稍稍用力，就能取走我的性命。阿慈，你想杀我？我为医女，自是知道我咬的那一处能伤人性命，纵是身经百战的燕军，也不敢放任。到此境地，我眼中已无丝毫畏惧。是，如今落入你手，要杀要剐，随你吧。坦荡地对上裴昭的目光，等待着他再一次对我性命的宣判。温慈，你是我唯一的妻，唯一的妻啊！你何时变得这样心狠？不知裴昭是身痛还是心痛，这一次落下的泪倒是比之前真切很多，手上的力气却未减分毫，扼住我咽喉的手渐渐收紧。窒息中，我闭上双目，头脑昏花，已经在想着死后化作厉鬼，也要向裴昭索命，却不知他又为何改了主意，松开了我。裴昭盯着我，可吐出的话像是在对我说，又像是说给他自己听。阿慈，我愿意原谅你一时的想不开。阿慈，听话些，就算你不挂念我们的阿芷，那温芷安呢？你也不想他有什么闪失，对吧？说来也是阿慈的过失，明明是有夫有子的人，却还敢与他人传出牵扯来。可惜觊觎阿慈的那个姓谢的跑了，不能杀了他解恨。阿慈，你就算是死，也该冠上我裴氏的姓再死，你这辈子也逃不开我。裴昭一句句，显得他的人越发的可憎。他明明松开了我，一双无形的手却将我越裹越紧，胃里泛出恶心。裴昭，你后悔过吗？盯着他，我问出声。我就很后悔，后悔我就下这样一个恩将仇报的人，后悔当年随他去燕都，也后悔独自一人竟也想着在乱世中苟活。那裴昭呢？曾经志在逐鹿的少年，变成这般肮脏卑劣，竟要对无辜幼子下手，他是否也会后悔那年村口河边选择让我救下他，后悔以身相许，与我结下孽缘？阿慈，我不悔。头顶再次传来裴昭的声音，我从不后悔，往事不可追，他不会后悔。裴昭想，只要将阿慈带回去，一日日弥补，就像初见的时候那样待他。阿慈的心是那样的软，他是那样的爱阿芷，有幼子感怀，阿慈定然也会重新变回昔年的模样。再不然，这世上总还有阿慈牵挂的东西。阿慈还是那个无枝可依的浮萍，他总是能带走他的人的，他绝不后悔。马车外是呼啸的风，快一些，再快一些。等离开了楚乡，等到他们一家团聚，一切就都会回到正轨。我与裴昭相顾无言，临近渡口，急行的马车却突然停了。裴昭的手下在他耳边私语几句，肉眼可见裴昭的脸色在疏忽间沉了下去。见他面色不愉，我嘴角漫上讥笑，却见他向我看来，带着狐疑，我掀开了车帘，只见10丈外有人策马立于簌簌风中，握着清风拦下燕军车驾，是3日前与我作别的谢长燕。请燕军止步，放阿慈姑娘离开。请燕军止步，放阿慈姑娘离开。谢长燕一声声传来，叫我也跟着心间颤动。德君一诺，竟能如此。我被裴昭的人拉至身后，看着裴昭与谢长燕执剑相对。裴昭此行匆匆，随行不过几人，可个个都是翘楚。谢长燕这边虽不落下风，却也看着并无胜算。若因我一人害了谢长燕的性命，才是万死难辞。恍恍惚惚，我好似听到温芷安唤我一声阿娘，抬眸望去，在远处的亭子里，我看见了温芷安的身影，心中顿时了然，温芷安并没有落入裴昭手中，应是谢长燕就走的温芷安。裴昭又骗了我，心中再没了顾忌，抬脚向亭子边跑去，却被剑锋拦住了去路。裴昭手中的剑逼近喉咙，风划过，能听见剑鸣之声。阿慈，你若再往前，我不会留手。那就不必留手。我看着裴昭，见他红了眼眶，却并未停下。我对你已是失望至极，再无期望。抵着剑尖，我再走近一步。裴昭虽退，还是划出了血丝，他眼中有惊慌划过，我心中却趋于平静。裴昭，我宁死，也不愿再与你每日怨憎相对了。你若不愿放过我，便杀了我吧，我不想再有人因我之故丢了性命。我做好了最坏的打算，只恨自己不如裴昭一样手握权柄，能做一回执刀人。
看向谢长燕，见他眉目中都是对我的担忧之色，心中却是真心感激。那日辞别，我要谢长燕带我离开楚乡，他说3日为期，为我安排。后来裴昭去而复返，将我掳走，我不怪谢长燕，毕竟裴昭如今是诸国雄主。可意料之外，谢长燕并未失约。看来温慈这一生也没有一昧的就错了人。裴昭执剑的指尖虽在颤抖，却没有再退。我与他四目相对，彼此看懂了彼此的决绝。我闭眼准备赴死。阿母，不要！熟悉的、久违的、撕心裂肺的声音自渡口传来。有船靠岸，船上的人长大了，壮了，高了，已经不再是那个昔年要靠着母亲护着才能活下来的孩童了。我想去看清楚那道影子，可等人又近了，又不敢去看。再睁眼，已经是满眼的泪。闻声，裴昭手中的剑落下，一瞬间，裴昭失去的理智好像回了笼。他又做了什么？他差一点就又杀了阿慈一次。裴植，他在这世上唯一的骨血，因着多年前燕都的那场大火，已经恨了他许多年。如今再见，他却再次拿着剑指向了裴植的母亲。他都在做些什么？裴昭原本只是想接回阿慈，让他们一家团聚的啊。可是阿慈太倔了，倔的裴昭不想再从他口中听到任何的拒绝之言。对待阿慈，他怎么就这样坏呢？裴昭突然觉得自己这一生什么都没抓住，父母之爱、夫妻之情都离他而去，唯有和裴植之间剩下的丁点父子之情，让他觉得自己还像个人。可是刚才差点连这一丁点都没了，可又幸好还差了那么一点。船已靠岸，我知道裴植就在身后。阿植，我的阿植，生下来就会哄我的阿植，他何其无辜，年仅5岁就随我四处流亡。因为他的生母卑微，所以就被人当作调虎离山的饵。我有愧，我却不敢回头看他。彼时我心中对裴昭有恨，我知道我护不住他，将5岁的他丢在城门口。午夜梦回，我念着他，又恨他身上一半裴昭的骨血。我这一生的困顿，我失去的安稳人生，似乎都拜裴昭所赐。我实实在在是一个小心眼的俗人。我爱着阿植，又忍不住的想去迁怒他，憎恶他与裴昭相似的模样，也憎恶真心错付的自己。到今时今日，他唤我阿母，我却不敢看他，要怎么承认我对他的诸多不公？阿母，你为何不看我？裴植走近，语气中带着微不可察的小心翼翼。我有愧。挤出几个字来，阿植却牵住了我的手。阿母，没事了，不怕了，当年你护着我，而今我也会护着你。被他握住手，我才发觉我整个人在颤抖。我转身，发现阿植如今已经长得和我差不多高，也更加真切地意识到，他与裴昭也切切实实是2个不同的人。裴植永远是我养大的裴植，而不是只留着裴昭骨血的裴植。阿母，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，我也不要你回来，山高水阔，我不要阿母因为我被困住。裴植看着我说，言真意切。他没有长成我梦中那般对我十分嫌恶的模样，他与裴昭是完完全全不同的2个人。阿植，阿母错了，阿母错了。抱着他，我哭出声来。我把自己困住了，直到今时今日，见到阿植，才知恨一个裴昭太不值得了。我此生其实也就只遇到了裴昭这样一个很糟糕的人而已，我就将自己困了那么多年，太不值了。没关系的，阿母，我原谅你，你也原谅我，好不好？对上阿植阴阴的目光，我点头。而后裴植的视线越过我，落在了裴昭身上。君上，你此生大概都只会有我一个儿子了，若不想父子反目成仇，你就放阿母走吧。你如今已经有了很多东西，如你这般的人，再放弃一次阿母，你也不会有多难过的，不是吗？裴植一言，更胜我千言万语。他字字仿佛都砸在了裴昭的心头。裴昭想开口反驳，对着裴植的目光又都悉数咽了下去。对裴植，他有亏欠；对我，我从前看不明白，现在也看不明白，不过不重要了。反正裴昭一直都能做出最合适的那个选择。我只看到裴昭丢了剑，让了路，成全了我。再次来到渡口，我看见江边如旧风景，
感慨万千。多年前我逃逸般的来到楚乡，如今再度乘船，却是如梦初醒，北上离开。正如阿直所说，山高水阔，我也该去寻我的路。临别时，谢长燕如约送我100金，我身旁还带着温志安。我笑问他，谢先生欲往何处去？谢长燕答：乱世飘零，我欲游遍山河，然后再去北方诸国实行我要的变法。我想与先生同游，悬壶世间，不知谢先生可愿渡我一程？求之不得。谢长燕回：我与阿直告别，许诺每月都会寄信到燕都报平安，之后渡船离楚，一路顺遂。温此一生，困顿多年，索性30而立，也要去试着走一走属于自己的路。裴植番外，阿母才寄来的信又不见了。裴植知道，又是被裴昭拿去偷偷看了。裴昭这几年总是爱隔3差5的偷他的信，明明一切的选择，一切的苦果都是他自己埋下的，现在阿母真的放下了，他又要把那这信翻来覆去几10遍，似乎找出阿母心中还有他的蛛丝马迹。裴植觉得人总是不能既要又要的。不过这几年裴昭的身体倒是大不如前了，多年南征北战，暗伤复发，让这位乱世枭雄也一下苍老了不少。最近似乎还有要将大权交给自己的想法。裴植很乐意，他若当了燕君，说不定母亲就可以在燕都安居了，也不必再担心裴昭时不时脑子想不开，弄出强取豪夺的戏码来。现在他要去裴昭那儿，把属于他的信都抢回来。该打的仗都打得差不多了，裴昭没事可做，近来总是自己一个人住在黑漆漆的大殿里，阳光也照不进去。裴植觉得自己还是要速去速回，可今天老头却怎么都不承认自己偷了信。裴植仔细地盯了他好一会儿，最后带着点恶意道：阿母要与谢先生成婚了，你哭了是不是？裴昭听了像是被踩了尾巴，可是裴植如今身强力壮，他又哪里能打得到？最后裴植还是在角落里找到了母亲的信，拿了信，裴植和裴昭也确实没什么好说的，抬脚要走，裴昭难得地叫住了他：我是不是一个很失败的夫君和父亲？裴植顿了顿，但你是一个很成功的君主，史书公笔，大概是不会忘了你的。这是真话，人的一生总是在做抉择。燕都那场大火，母亲和他都是弃子，偏偏父亲弃又弃不干净。拥有了他的宏图霸业后，又开始思慕起男女之爱、父子之情来。如果能一条道走到黑，又何至于有今日的郁郁寡欢？想到这儿，裴植叹了口气，都快急惯了，这种时候他还是很想母亲。母亲的怀抱是暖的，那场大火里是母亲用身躯护住了自己。漆黑的夜里，母亲抱着他取暖，饿了渴了，他还喝了母亲的血。那场大火是母亲的噩梦，又何尝不是裴植的？可是因为有母亲的陪伴，裴植从来都不会陷在梦魇里出不来。千里逃亡时，食不果腹的人一直都只有母亲一个。母亲说她对不起自己，可自己又何尝不是啃食她血肉的一部分呢？裴植看完信中的内容，因为裴昭而生出来那些不好的情绪顿时散了个干干净净。谢长燕还不错，当时也是他传信给自己，让他渡江来到楚地拦下裴昭的。而今母亲说谢长燕想在燕地实行他的变法，问他意下如何，他当然是乐意至极。父亲是乱世雄主，他也有他的野心，他会比裴昭做得更好。但现在裴植当下最重要的事是为母亲寻一处最好的住处，顺便要怎么软禁住裴昭，才能不让他打扰到母亲和谢先生。他走出那座宫殿的时候，好像还听到裴昭说着什么毁了毁了，什么乱七八糟的。后来等母亲来到燕地，裴植想起什么，随口对母亲一问：母亲，这几年你还后悔吗？母亲神采飞扬：不悔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